我又回来了，大家。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使用的开源字母神器 Buzz。它不仅能自动生成字母文件而且还能结合 AI 翻译并输出多语言字幕。最关键的是它完全免费。做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加字幕是一项又烦又累的工作，特别是如果还想制作多语言字幕，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我这样的非专业个人视频制作者呢，就迫切的希望找到一款能全自动帮我生成多语言字幕文件的工具。我的诉求包括：一，它简单易用，而且最关键的要免费；二，它能便捷地从视频中自动提取音频并生成字幕文件；三，它还要能结合 AI，以我原来的语种字幕为基础，自动翻译生成其他语言的字幕文件。当然，像剪映这样的软件，我需要的功能它确实都提供了，可惜都是 VIP 专享，不符合免费的原则。那有没有一款既免费又高效，且能满足我上述所有需求的字幕生产工具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 Buzz， 就是我找到的一款还不错的简陋但不简单的工具。当然，我还在它的基础上呢做了些改动，让它更贴近我的需求。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Buzz 的官方主页。我们主要看它是怎么安装。我今天演示是在 macOS 上，所以呢，我们就看 macOS 的部分。首先呢，我们要安装一下那个 FFmpeg。macOS 呢，只要用 Blue 直接安装就行了。安装完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可以安装 Buzz 的主程序了。但是我今天呢，安装的是我改版的程序。我的改版程序呢，在这儿，待会儿也会在视频简介里面给到这个链接。那我主要的改动呢，就是说把 Ollama 加了进去。Ollama 呢，其实就是一个轻量的本地的推理引擎，它的官方主页呢在这里。安装也非常简单，它在 Mac 上、Windows 上、Linux 上都有现成的安装程序。那我为什么要用 Ollama 呢？主要是用它来做那个翻译，因为Buzz 本身提供了 OpenAI 的 API 去翻译。那这个和我那个免费原则就矛盾了，所以我就自己给它加了一个 Ollama， 让 Buzz 去通过调用本地部署的 Ollama 来给字幕文件提供翻译支持。那第二点更新呢，我就是把其中的 Wisp CPP 给删掉了。主要原因呢，就是我这个编译不出来。如果要把这个加进去，要加多个平台，到每个平台去重新编译一下它的 Wisp CPP， 那工作量比较大，我就把这个暂时先去掉了。第三点呢，就是我把这个转录过程中生成的中间的音频文件给保存了下来，以备呢有些朋友可能需要这种音频文件去做其他用途。第四呢，我就是修改了一下 Buzz 本身的文件存储路径，把它从系统级别的文件存储改成我这个程序安装文件夹，这样呢方便大家去做管理。那这里就是安装的指导。如果你的系统上还没有一些 Python 的运行环境，那可能需要去提前安装。但是我的系统上呢，其实已经装过了这部分。待会我演示的部分呢，会直接跳过，包括初始化。那我会直接把这个从这步开始，把我们的 Buzz 给拉起来。好，我们看一下把 Buzz 给拉起来因为前面的虚拟环境包括一些前期的依赖包我已经安装了，那我这边就直接把它拉起来。
好，那么我们Buzz就启动好了，看一下这个界面是相当的简洁啊，甚至可以说简陋。然后我们来添加一个，那这边呢就以我自己的上一期的视频为例来演习一下。那这边呢要选一下，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视频文件嘛，那这个文件呢总长度大概是10分钟左右。这边呢我们其实是可以选多种模型啊，那我这边就选 Whisper， 那我们还可以选 Hugging Face 或者 Fast Whisper 或者 OpenAI 的，那我们这边就选 Whisper。 那我们这边呢选一个模型，那我建议是选 V2， 因为 V3 效果不是很好，那我们这边就选转译。那这边呢，因为我们的视频啊原始语言是中文，那我们选一下中文。那这个界面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 temperature 和 initial prompt 其实并不是对每个模型都起作用，它只在特定的模型你选特定模型的时候才起作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代码。那我们开始转录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些参数啊，刚刚在那个界面的参数输过来。你看，如果我们是 Hugging Face 的话，它是用不到 temperature 和 initial prompt， 但是如果我们是 Fast Whisper 或 Fast Whisper， 你看它就会用到 temperature 和 initial prompt。那或者是 OpenAI 的 Whisper， 那也会用到 temperature initial。 所以呢，这个地方是和你所选用的模型有关系的。这个 initial prompt 呢，建议是输啊，如果是模型支持的话，建议输下，那不输问题也不大，我试过。这边的 temperature 呢，我们就维持它的原样。这个地方是 AI translation，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给 AI 去翻译。这边的 instruction for AI 呢，是指翻译的过程中我们的 system prompt， 你可以把你对它的要求说在里面，比如说我们要求它说出英文，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大概的主题告诉他。我们现在呢先去看一下转录怎么转录。那我们点击开始。那还有这边 word level timing 我不建议选，它会把你的每个字作为独立的一行打上时间戳给输出，对于我们做字幕来说其实是不够实用。那我这边今天是要生成 SRT 格式的字幕文件，那这边我就选输出 SRT， 然后 run。 这个我模型还没有下载，还要等它下载模型，那我们等一下吧。好的，模型下载好了啊，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运行这个程序嘛，所以模型文件还没有下载。当你以后再运行的时候，如果选同样的模型的话，那是不用下载的。但是如果你又选了个新的模型，那也要去下载新的模型文件。模型文件在哪里呢？如果是像刚刚那种我们直接从源码运行的话，那这个文件它是在你的工程下面的 Buzz 子目录下面有个 cache， 下面有个 model， 就在这里。所有的模型文件都在这个里面。我们继续回到这里，让我们直接 run 一下。好，这就开始了，看一下多长时间。好，我们这个转录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本身是一个10分钟的视频，那转录时间用了4分05秒。那么点击看一下，这个就是它转录以后生成的字幕文件，肯定还是要稍微做一下修改，但是已经大差不差了。对，刚刚忘了做一件事儿，那现在我们来操作一下。那我们首先呢，切到我们的工程，然后呢，
根据我们的安装指引，把这个 env 的 example 复制成 .env。OK， 那这个文件呢，各个字段我稍微解释一下。首先，这个 OpenAI API Key， 这个 key 呢会有2个地方用到，一个呢就是你在转录字幕的时候，如果选了 OpenAI 的 Whisper， 那它会调用 OpenAI 的 API， 这个时候呢会用到这个 key。第2个地方呢，就是你翻译的时候，如果没有指定使用 Ollama， 那么它也会默认去调用 OpenAI 的 API， 这个时候呢也需要用到这个 key。这就是这个 key。如果你会在你的这个工作流当中用到 OpenAI， 那是要设一下。那这个呢，就是设置我们翻译的时候要用哪种 API。那 Buzz 本身呢是支持 OpenAI 的，那因为我是把它扩展了一下嘛，所以我就现在可以选择 Ollama。当然，如果你还是想选择 OpenAI 的话，你可以这个选项不填，那就默认会使用 OpenAI 的 API 翻译这个字母的文件。那今天我就是想显示使用 Ollama， 所以我这边填成 Ollama。那这边呢，这个是 Ollama 启动以后呢，它是有一个默认的本地服务地址，那端口是11434。这个如果你不去做改动的话，默认就是这样。这个呢是我今天选的 Ollama 的翻译模型，是千问3，是4B 的。这个我们看一下 Ollama 现在是有没有这种模型。好，我们可以看我的 Ollama 已经装了3个模型，一个是千问3是4B， 还有呢这个是比较大的，效果还行，我们就今天用它来做实验。那你当然自己也可以去选安装其他的模型来测试，那哪个模型翻译的效果是最好。Ollama 本身呢，它的官网是提供了很多模型可以供选择的。对，它有个主页，今天这里就不给大家展示。那下面那这个字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调 AIM 让它翻译的时候，除了把当前字母给它，我们也会把前面的历史的字母也给到它，那让它根据语义呢去翻译当前的字母。不然呢，如果你不给它上下文，它可能会翻译效果不会太好。那这条呢是 Buzz 里面设的一个过期信号，也就是说它如果超过20秒时间没有更新的翻译任务的话，它就会清空历史窗口。那这个20秒，一般我们翻译一条这个字母不会超过20秒，所以呢这边就够了。好的，再回到 Buzz 本身。那我们先看一下刚刚前面一步转译成字幕文件的时候生成了哪些。这个 MP4 文件呢，就是我本身的视频文件。那这个 MP3 呢，就是我加出来的功能，让它默认可以保存中间生成的 MP3 文件。那这个 SRT 呢，就是生成的中文的字幕文件。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在这些的基础上，让 Ollama 去翻译一下我们这个字幕。那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点一下 Translator。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刚刚虽然更新了这个 .env， 问题是我们是在 Buzz 开启的状态下更新的。那 Buzz 是不会动态的去检测我们这个配置文件是不是更新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干什么呢？重启它，然后再进来。好的，我们已经把 Buzz 给重启了，我们看一下姿势是不是就好了。那双击它以后 Translator 好像是直接开始翻译了。
这个就是八字没有做好的地方啊，就是翻译的过程当中，它没有任何进度条，说我参与了一共有多少条字幕，那我翻译了多少条，它没有任何东西。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下面其实是有一个语音的进度条的，你其实是可以在这儿播放语音，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视频的长度啊是10分钟16秒。那我们看一下，让它翻译呢要用多久？好的，刚刚我们翻译的时候，因为之前没有设置翻译的 prompt， 所以出了点问题。那我们正好看一下这个怎么解决。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重新设置八字的翻译的提示词。那我们这时候就要点击到桌面的左上角这边，它的菜单栏下面有个 Preference， 好，看一下。好，这个里面我们选到这里，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可以重新来配置一下我们翻译要用到的提示词。这里，那如果我们选择使用 OpenAI 来翻译的话呢，我们首先要在 AI Model 这边写上OpenAI 的模型 ID， 然后在这里再写提示词。那如果是 Ollama 呢，就我们之前已经配置了，其实我们是用了 Ollama， 然后我们本地用了 Llama 3.18B 的模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配置任何东西，只要写上这个提示词就可以了。那这个提示词其实也有讲究，我在我的这个项目的主页上其实给了一段提示词，前面的呢应该是每一个任务都是大差不差，那关键是这边的 no sync， 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很多模型都会在结果中默认输出思维链，那对于翻译来说呢，其实这个思维链是不需要的，我们就想把它关闭。那这个 tag 呢，就可以起到这个关闭思维链，直接输出我们想要结果的作用。当然，每一种模型这个 tag 是不一样的，甚至加前加后可能也不一样。那就要根据你具体的模型它的说明去选择这最后的 tag。好，这边就设置完了。那我们确认以后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八字继续去走下面的翻译流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翻译了。好 ，OK。进来以后10分钟，翻译。我们看看这次要等多长时间，这里就快进一下。这就是八字本身它没有做进度条现在就看不出我们的进度了，我只能通过这个命令行来看。然后我们接音，好，我们按手是我的翻译。当没有之前把它看看。好，我们看到这个 log 日志已经输出了。我看了一下时间，大概一共用了10分钟来翻译这个。当然，大家如果嫌慢的话，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择一些更小的模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Llama 3.18B， 它这个很快。然后呢，一方面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小模群去翻译，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把每次要发给它的历史聊天的窗口缩小一点，比如说你缩成1，那当然我是并不介意的。那窗口消息小一点呢，可以加快它的推理过程。还有呢，就是
我们也可以选一下在提示词里面，我回头再试一下，看提示词里面是不是可以加点东西，让它在碰到一些重复的语句时候就直接跳过，不要翻译了，就沿用上一条的翻译结果就行了。那这部分就到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怎么导出吧。那翻译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就要导出字母。怎么导出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可以导出 text 和 translation SRC 的RT 字母格式的。那我们导出一下，它可以给我选，你要导出到哪个目录，那么就放在这个目录下。OK， 那中文字母和英文字母现在我就都有了。其实我刚刚前面的步骤是错的，就是我们最好在翻译的之前呢，先校对一下我们的中文字母，校对好了以后呢，再回头过来，再来让它翻译，这样效果会更好一点。好，行，翻译的部分我们就说到这里。还有前面有一个东西忘了说，等我再回头看一下，就是还是得加一下。我们选个 MP3，我们再把之前就这个转录。转录的时候，这个提示词，我刚刚说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这个提示词。那当像 OpenAI， 你到它的 API 去这个转录，或者像调我们之前调的 Whisper 或者 Fast Whisper， 那这个地方都是可以输入一段提示词的。那其实这段提示词呢是有要求的，首先你要把字数控制在这个 prompt 的字数要控制在100个以内，然后呢，你最好把你的开场啦、结尾啦都告诉他，让 Whisper 知道他应该在哪些主题上去对你这个音频进行转录。好的，我们Buzz的演示就到这里，总结一下优缺点吧。首先呢，当然是它是免费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它又是结合 AI 可以翻译我们的原始字幕，那效果我自己看下来还是比较好的。大家呢可以用怎么比对呢？我觉得可以事后用一些电影啦，英文字幕的电影，然后去做翻译来比对一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第三点呢，就是说它的语音识别现在的效果也还不错，而且呢，它可以后期随着 OpenAI 更新他们的 Whisper 模型，能力上还能进一步提高。那说说它的缺点，那首先显而易见的呢，就是它的界面比较简陋。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我用下来还是有一些 bug 啦什么的。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功能太简单了一点，有一些比如说时间轴微调啦什么，或者说我把这些字幕一些重复的字幕合并啦，这些它都没有。但瑕不掩瑜，它仍然是我们制作字幕文件的好帮手。总的来说呢，Buzz 是我目前用过的相对比较简洁实用的字幕工具。当然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字幕软件我并没有一一试过，这么说呢不一定准确。但是如果你现在和我一样是一个不想花钱但又想轻松的制作字幕文件，同时呢还希望为你的视频提供多语种字幕的视频创作者，那么不妨下载试试看。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下面的视频描述里了。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订阅，我们回见。